大家好，好些天前，纽约州长就说过，如果纽约州的新冠疫情继续恶化，住院率继续上升，就会封城。为防堵新冠变种病毒在美东地区传播，纽约州加强对英国航班乘客的新冠检测。起飞前需出示3天内获得的新冠检测阴性结果证明。纽约市长白思豪也于23日下令，从英国前来纽约市的人员需登记住所和自我隔离。市财政局法警处会定期检查，违者将至少被罚$1000。据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信息公布，英国东南部11月开始出现变异新冠病毒。近2周伦敦新增病例中，近60%都是感染变异病毒。该病毒已在丹麦、荷兰、澳洲、爱尔兰、德国和以色列等地出现，虽然目前美国境内尚未发现确诊患者感染变异病毒，但专家认为已传入美国，只是尚未发现。但是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也在今日宣布，从英国进入全美航班周一开始也要检测。24日是平安夜，在西海岸的加州，在这天疫情创下一个新的黑色里程碑，累计确诊人数突破200万。当天的早上，加州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2002494人，成为全美第一个破200万确诊人数的州。专家估计，圣诞元旦浪潮1月将爆发。现在圣诞节和新年又到，如果美国人仍然像感恩节那样不能留在家里避疫，那么到了1月初就会再出现疫情圣诞节浪潮和新年浪潮。史丹福大学传染病教授温斯洛说，从圣诞节前夕全美的出游人潮，以及人们在过节前夕涌往商场购物的情况看，不少美国人都选择不把疫情当回事，继续在节日中参加聚会。这种选择无疑将会导致新的疫情浪潮。纽约州府24日数据显示，纽约州内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已达6950人，为5月12日以来最高。单日新增检测阳性病例12568例，也达过去1周来第2高。州内检测阳性率为5.55%。此外，新增死亡129例，该数字在10天内已9度超过100例，前一日更达164例之多。综合以上所有的数据来看，纽约市的封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市长白思豪说过，希望2个星期内。但是我看来美国人的表现太糟糕了，预计会更长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请点赞订阅，不喜欢的请留言，谢谢观看。